一进门我就愣住了，屋子里挤满了人，警察、邻居，还有刚赶来的儿子和儿媳，他们的脸上布满了愤怒、焦急和无声的指责。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，视线落到沙发上的孩子，他蜷缩着，脸色苍白，双眼紧闭，嘴角还流着干涸的奶渍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到底有没有把他当回事？儿媳张慧的声音像一把刀，狠狠戳进我的胸口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解释，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只发出几声含混的呜咽，眼泪瞬间决堤。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手足无措地看着他们，心中满是悔恨和自责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天塌了。我叫刘桂英，今年60岁，住在一个2线城市的老旧小区里。家里本来过得平淡，但儿子刘志刚成了我的骄傲。他读书争气，大学毕业后进了大公司，后来娶了儿媳张慧。小两口结婚不久就生了孩子，我的小孙子小宝。一开始接过小宝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满心欢喜的，孙子多可爱啊，白白胖胖的，整天黏着我，奶声奶气的喊奶奶。我一边逗他玩，一边想，这下好了，日子有奔头了，老了还能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，是多幸福的事。可时间一久，我才发现带孩子不是件轻松的事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喂饭、换尿布、哄睡觉，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尤其是小宝特别闹腾，稍不如意就哭得天翻地覆，声音尖锐的像刀子戳进耳朵。我常常觉得快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年轻时的我是个性子急的人，退休后本以为可以清闲一点，没想到每天带孩子的日子比上班还累。时间长了，我的耐心被消磨得一点不剩。我喜欢打麻将，年轻的时候就爱这个，退休后更是成了生活里最大的乐趣。小区里的几个老姐妹常常喊我一起去搓几圈，坐在牌桌上，烦心事就能抛到脑后。可自从接了小宝，我连麻将桌的影子都很少见了，心里那种憋屈，别人不懂，但我真的是说不出来。那天事情的导火索其实很小，早上张慧匆匆忙忙地把小宝送过来，连早餐都没顾得上吃。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接，小慧头也没抬，晚上7点。他拎着包就走了。从早上开始，小宝就闹个不停，我哄了他半天，才勉强让他抱着奶瓶睡着了。正好这时，邻居王阿姨打电话过来，说麻将桌上少1缺3，问我去不去。我犹豫了好一会儿，心想小宝刚睡着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，就锁上门走了。一坐下，我就忘了时间。牌桌上的气氛热烈，谁输谁赢都在一张嘴皮子上来回讨价还价。玩着玩着，心里那点负担也就抛到了脑后。直到晚上7点多，张慧打电话过来问小宝怎么样，我才猛然想起孩子还在家，没事儿，他睡着了呢。我故作轻松地回了一句。张慧没多说什么，但我却心虚得很。挂了电话，我安慰自己，反正这么多年，老姐妹们都这么干，孩子睡着了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于是又坐回了麻将桌，直到凌晨2点。回到家门口时，小区灯光昏暗，四周寂静。我掏出钥匙刚开门，里面的吵闹声就扑面而来。进门一看，屋子里满满当当全是人。事情是邻居发现的，小宝醒了，发现家里没有人，哭了整整2个小时，嗓子都喊哑了。邻居听到声音，敲门没人应，就报了警。警察破门而入时，看到满地狼藉的小宝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他瘦小的身体缩在沙发角落，脸上泪痕未干，
显然是哭累了又睡着了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妈，我们把孩子交给你是信任你，不是让你拿命去赌的。儿子刘志刚红着眼睛，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他的脸上有愤怒，也有深深的无奈。桂英啊，带孩子不容易，你要是觉得吃力，就跟孩子他们说，咱不能出这样的事啊。邻居张大妈也忍不住劝我，我跪在地上，泪流满面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只知道不停的道歉，不停的流泪。小宝住院了，医生说他没什么大问题，但精神受到了一些惊吓。儿子和儿媳决定把孩子接回自己家，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失望。2个星期后，张慧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带孩子虽然辛苦，但起码我们不会让他独自面对黑暗。看到这句话，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。我知道张慧没有直接责怪我，但她的失望早已写在每一个字里。那之后，我彻底戒了麻将，每天早起去公园锻炼，偶尔帮小区里的年轻人看看孩子，挣点零花钱。我开始学着去理解儿子儿媳的辛苦，也学着去接受自己的错误。有一次，我去看小宝，他看到我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咧开嘴笑了。奶奶，那一刻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孩子的原谅是最简单的，但我的愧疚却是最深的。人生中有些错误，一旦发生，就无法挽回。但错误本身并不是终点，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教训，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。孩子不是负担，他们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的未来。正如罗兰曾说，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带孩子的辛苦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。可我也明白，人生的后半场，或许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所谓的自由和娱乐，而是守护那些真正值得珍惜的人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小宝呢？儿媳张慧那尖锐的声音，仿佛一把锐利的刀，划破了夜晚的寂静。她满脸怒容，站在门口，双手紧紧抱在胸前，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焦急与愤怒。我刚踏入家门，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吓了一跳，手中的钥匙差点掉落在地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要解释，可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般，发不出半点声音。妈，你说话呀！小宝到底在哪里？张慧向前一步，逼视着我，声音愈发急切。我结结巴巴，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。小宝他睡着了，我把他放在沙发上了。什么？你居然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？张慧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？他才这么小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我以为他睡着了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嗫嚅着，声音小得如同蚊子嗡嗡叫。你以为？你怎么能这么糊涂？张慧气得浑身发抖。你要是不想带孩子，你早说啊，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，用不着这么提心吊胆的。小慧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眼眶泛红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你相信我。以后？还有以后吗？张慧冷哼一声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你每次都这么说，可结果呢？这时，儿子刘志刚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他一脸疲惫，眉头紧锁。怎么回事？吵什么呢？他揉了揉太阳穴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耐烦。还不是你吗？张慧转过身，对着刘志刚大声说道。他又把小宝一个人留在家里，自己出去不知道干什么了。妈，你怎么又这样？刘志刚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，他看着我，眼神中满是失望，
小宝是你的亲孙子，你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？志刚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再也忍不住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就是出去了一会儿，没想到会这样。一会儿？你知道你出去多久了吗？张慧愤怒地说道，从下午到现在都好几个小时了。小宝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无言以对，只能不停地哭泣。行了，别吵了。刘志刚摆了摆手，声音有些疲惫，先去找小宝吧。我们三人匆匆忙忙地赶到我的住处，推开门，屋里一片寂静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小宝，小宝！张慧冲进房间，大声呼喊着小宝的名字，声音中充满了恐惧。我和刘志刚紧跟其后，四处寻找小宝的身影。最后，我们在沙发的角落里发现了他。小宝蜷缩在那里，脸色苍白，双眼紧闭，嘴角还挂着一丝干涸的泪痕。小宝！张慧扑到小宝身边，一把将他抱在怀里，声泪俱下。宝贝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！我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一幕，心如刀绞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贪图一时的玩乐，小宝也不会遭受这样的罪。赶紧送医院！刘志刚果断地说道。我们手忙脚乱地将小宝送到了医院。在医院的走廊里，张慧紧紧地抱着小宝，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他。我和刘志刚则坐在一旁，默默地等待着医生的诊断结果。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，每一秒都过得无比漫长。终于，医生走了出来。孩子怎么样了？张慧急忙站起身，焦急地问道。孩子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受到了惊吓，再加上长时间哭闹，有些脱水。医生说道，我们已经给他打了点滴，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。听到医生的话，我们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张慧瘫坐在椅子上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我和刘志刚对视了一眼，眼中都充满了愧疚。医生，真的太感谢您了。刘志刚感激地说道，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孩子的安全，这么小的孩子可不能再让他独自待着了。医生叮嘱道。我们知道了，一定注意。刘志刚连忙点头。在医院里，小宝终于醒了过来，他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，还有满脸泪痕的妈妈，哇的一声又哭了起来。宝贝，别怕，妈妈在这儿呢。张慧紧紧地抱着小宝，轻声安慰着他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小宝哭泣的模样，心里充满了自责。我想伸手抱抱他，可又害怕他会抗拒我。小宝，奶奶对不起你，我哽咽着说道，奶奶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小宝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在张慧怀里哭泣。那一刻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过错所带来的后果，那种心痛的感觉让我恨不得时光倒流，回到那个下午，好好的守着小宝。在医院的病房里，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小宝躺在病床上，小小的身体被白色的被子包裹着，点滴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的落下，仿佛是时间在流逝的声音。张慧坐在床边，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小宝，那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心疼。刘志刚站在一旁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眉头紧锁，时不时的叹口气，而我只能默默地站在角落里，看着这一切，心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。妈，你说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？刘志刚终于打破了沉默，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愤怒，但更多的是无奈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低着头，不敢看他们的眼睛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想着小宝睡着了，我出去一会儿应该没事。一会儿？你知道你这一会儿让我们多担心吗？
张慧抬起头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要是小宝出了什么事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我知道错了，小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哭着说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，求你们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原谅？这不是第一次了，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？张慧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小宝是我们的心头肉，我们把他交给你，是信任你，可你却这样对待他。我无言以对，只能不停地哭泣。这时，小宝动了动，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哭声。张慧立刻转过头，温柔地哄着他：“宝贝，别怕，妈妈在这儿呢。”看着张慧哄小宝的样子，我心中的愧疚感愈发强烈。我想起了小宝刚出生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抱他，他那小小的身体，软软的，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，却对着我露出了一个模糊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奶奶。可如今，我却因为自己的自私和贪玩，伤害了这个可爱的小生命。志刚，小慧，我知道我这次犯了大错，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。我抬起头，坚定地说道，但求你们别不让我见小宝，我真的很爱他，我想弥补我的过错。刘志刚和张慧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刘志刚说道，妈，惩罚不是目的，我们只是希望你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小宝现在还小，他需要一个稳定、安全的环境成长。我明白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我连忙说道，以后再说吧。张慧冷冷地说道，现在我们只希望小宝能快点好起来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小宝，生怕再出一点差错。张慧和刘志刚虽然没有再说什么，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态度还是很冷淡。我知道他们心中的伤口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愈合的。小宝出院后，张慧和刘志刚决定把他接回自己家，由他们亲自照顾。我虽然有些失落，但也能理解他们的决定，毕竟我这次的错误让他们对我失去了信任。妈，我们走了。张慧抱着小宝站在门口，淡淡的说道，好，你们路上小心。我强忍着泪水，挤出一丝笑容，有什么需要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刘志刚点了点头，然后带着张慧和小宝离开了。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，我终于忍不住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知道，我和小宝之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我犯下的这个错误，就像一道深深的裂痕，横亘在我们之间，不知道是否还能修复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都过得很煎熬。我想念小宝，想念他那可爱的笑容，想念他奶声奶气的叫我奶奶。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会因为一时的贪玩，而忽略了小宝的安全。我想起了自己年轻时，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。可如今，当我有了孙子，本应该好好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，我却因为自己的任性，让这个家陷入了困境。我决定改变自己，我要让张慧和刘志刚重新信任我，我要重新找回我和小宝之间那份深厚的祖孙情。我开始主动学习育儿知识，向小区里那些有经验的宝妈请教如何照顾孩子。我还报名参加了社区举办的亲子教育课程，希望能提升自己的育儿水平。每天早上，我都会早早的起床，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食材，然后回家精心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，希望有一天能送到小宝家，让他们尝尝我的手艺。我知道，要想弥补自己的过错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我需要用时间和行动来证明自己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虽然我还是很少能见到小宝，但我从刘志刚偶尔打来的电话里得知小宝一切都好，
这让我感到一丝欣慰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总有一天，我能重新走进小宝的生活，成为那个他最爱的奶奶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我一直努力地改变自己，试图重新赢得儿子和儿媳的信任。我每天都会给刘志刚打电话，询问小宝的情况。虽然每次通话时间都不长，但我能感觉到刘志刚的态度比以前缓和了一些。有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给刘志刚打电话，电话接通后，我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志刚，小宝最近怎么样啊？”“小宝挺好的，吃睡都正常。”刘志刚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。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我连忙说道。“对了，志刚，我最近学了几个新的菜谱，都是适合小宝吃的，要不我哪天做了给你们送过去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刘志刚说道：“妈，不用了，我们自己能照顾好小宝。”我心里一阵失落，但还是不死心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们能照顾好小宝，我就是想为他做点什么，你就让我尽尽心意吧。”“妈，你别这样。”刘志刚的语气有些无奈，“我们现在还需要时间来调整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”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我连忙说道。“那你们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一定要跟我说啊。”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刘志刚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放下电话，心情有些沮丧。我知道他们还是没有完全原谅我，我还需要继续努力。就在我感到有些绝望的时候，机会来了。那天，刘志刚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和张慧都要加班，晚上没办法按时回家照顾小宝，问我能不能帮忙去幼儿园接一下小宝。“能行，能行。”我一听，连忙说道：“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小宝的。”“那行，你下午4点半去幼儿园接他，幼儿园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。”刘志刚说道。“好嘞，志刚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”我兴奋地说道，感觉自己终于等到了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。此前因为我的疏忽，小宝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差点出了意外。儿子和儿媳虽未过多指责，可我心里明白，那份信任已出现了裂痕。这次志刚说他们加班，让我帮忙照顾小宝，这对我而言，无疑是修复关系的绝佳契机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开始准备。我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。擦拭家具时，我仿佛看到小宝在干净的地板上嬉笑玩耍。随后，我又马不停蹄地去超市买了小宝最爱吃的零食和水果。在超市的货架间穿梭时，脑海中全是小宝看到这些美食时可能露出的惊喜表情。下午4点，我就早早地出门，前往幼儿园。一路上，我心里既紧张又激动，想象着见到小宝时的场景，他会不会一下子就扑进我的怀里，甜甜地喊我奶奶呢？到了幼儿园，我站在门口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园内。4点半，幼儿园的大门准时打开，孩子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鸟一样涌了出来。我一眼就看到了小宝，他穿着那件蓝色的小外套，背着小书包，正蹦蹦跳跳地走着，那活泼的模样和我记忆中的他重合起来。“小宝！”我忍不住喊了一声，声音里满是期待。小宝听到我的声音，停下了脚步，转过头看着我，他的眼神里有一丝疑惑，似乎一时间没有认出我来，这让我的心猛地一紧。“小宝，我是奶奶呀！”我连忙走上前，蹲下身，微笑着对他说，努力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和蔼可亲。小宝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小声地说：“奶奶。”他的声音里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喜悦和亲昵，只是淡淡的喊了一声，这简单的2个字
却像一把小锤子，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。我的心里一阵刺痛，但还是强装出笑容，接过他的书包，说道：“小宝，今天在幼儿园过得开心吗？”小宝点了点头，然后就不再说话了，低着头，脚尖在地上无意识地画着圈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找话题和小宝聊天。我问他今天在幼儿园学了什么，有没有和小朋友一起做游戏，可他只是偶尔简单的回应我一下，大多数时候都是默默的走着。我心里明白，那次的事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他对我已经有了隔阂，这隔阂就像一堵无形的墙，横亘在我们中间。回到家，我拿出准备好的零食和水果，对小宝说：“小宝，看，奶奶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巧克力和草莓。”我把巧克力和草莓递到他面前，希望能看到他眼中亮起光芒。小宝看了看那些零食和水果，眼神里有一丝犹豫，但还是伸手拿了一颗草莓，默默地吃了起来。他吃得很安静，没有了以往的欢呼雀跃。小宝，你先看会儿动画片，奶奶去给你做饭。今天奶奶给你做可乐鸡翅，好不好？我说道，试图营造出温馨的氛围。好，小宝轻声说道，然后就坐在沙发上，打开了电视，眼睛盯着屏幕，小小的身子一动不动。我走进厨房，开始忙碌起来。我一边做饭，一边时不时地探出头看看小宝，生怕他出什么意外。做可乐鸡翅的时候，我格外用心，每一个步骤都严格按照菜谱来，从鸡翅的腌制到下锅煎制，再到加入可乐炖煮，我都全神贯注，希望能做出让小宝满意的味道。很快，饭菜做好了，我把可乐鸡翅、炒青菜和米饭端上了桌，对小宝说：“小宝，吃饭了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欢快一些。小宝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餐桌前坐下。我夹了一个鸡翅放到他的碗里，说道：“小宝，尝尝奶奶做的鸡翅，看看好不好吃。”我紧张地看着他，等待着他的评价。小宝咬了一口鸡翅，然后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吃。”声音虽小，却让我心中一喜。听到他说好吃，我心里一阵高兴，连忙说：“好吃就多吃点，小宝，你要是喜欢，奶奶以后经常给你做。”我又给他加了几个鸡翅，希望他能多吃一些。吃饭的时候，小宝一直低着头，默默地吃着饭，很少说话。我想和他多交流交流。我跟他讲我今天去超市的趣事，说看到了一只特别可爱的玩具熊，像极了他小时候抱着睡觉的那只，可他只是简单的应和着，气氛显得有些沉闷，让我心里有些失落。吃完饭，我让小宝坐在沙发上休息，自己去厨房洗碗。洗完碗出来，我看到小宝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我轻轻地走过去，给他盖上一条毯子，然后坐在旁边，静静地看着他。小宝的小脸还是那么可爱，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，随着他的呼吸轻轻地颤动着。看着看着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我想起了以前小宝还小的时候，总是喜欢依偎在我的怀里，甜甜地笑着。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幸福啊！可现在，因为我的过错，我们之间变得如此陌生，这让我满心自责。我暗暗发誓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小宝，用我的行动来弥补我曾经犯下的错误，重新赢得他的信任和喜爱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宝醒了过来，他揉了揉眼睛，看到我坐在旁边，愣了一下，那一瞬间的眼神让我觉得他对我还是有些陌生和防备。小宝，你醒了，要不要吃点水果？我连忙问道，
想借此拉近我们的距离。小宝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奶奶，我想妈妈了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和期盼，眼睛望向门口。妈妈和爸爸加班，可能要晚一点回来。我说道：“小宝，要不奶奶给你讲故事吧？你不是最喜欢听奶奶讲故事了吗？”我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。小宝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我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故事书，坐在小宝身边，开始给他讲故事。我尽量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，模仿着各种角色的声音，一会儿是温柔的小兔子，一会儿是憨厚的大黑熊，希望能吸引小宝的注意力。小宝一开始还听得挺认真的，但过了一会儿，他的注意力就开始不集中了，眼睛时不时地看向门口，小手还在沙发上无意识地抓着。我知道他的心根本不在故事上，我知道他是在盼着妈妈回来。我心里有些失落，但也能理解他，毕竟那次的事情让他对我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不信任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小宝突然说：“奶奶，我不想听故事了，我想去外面玩。”他的语气带着一丝撒娇和倔强。外面天已经黑了，不安全，小宝，我们明天再出去玩好不好？我说道，试图劝说他。不，我就要现在出去。小宝固执地说道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哭闹的前兆，小嘴巴也微微嘟了起来。我有些为难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刘志刚打来的。妈，小宝怎么样？刘志刚问道。小宝挺好的，刚吃完饭，现在想出去玩，天已经黑了，我正劝他呢。我说道，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妈，你就带他出去转转吧，小区里有路灯，应该没事。小宝这孩子有时候挺倔的，你别和他硬来。刘志刚说道。好吧，那我带他出去转转。我说道。挂了电话，我对小宝说，小宝，爸爸说可以带我们出去转转，我们走吧。小宝一听，立刻高兴起来，从沙发上跳下来，穿上鞋子就往门口跑，那兴奋的样子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。我带着小宝来到小区楼下，小区里的路灯已经亮了起来，昏黄的灯光洒在地面上，给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。小宝在前面跑着，我在后面紧紧地跟着，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他，看着他小小的身影在灯光下穿梭，我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。小宝跑到小区的健身器材那里，开始玩了起来。他一会儿爬上滑梯，动作敏捷的像只小猴子，一会儿又坐在秋千上，双脚用力蹬地，让秋千高高荡起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我站在旁边，看着他开心的样子，心里也感到一丝欣慰，想着也许只要我多陪陪他，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能慢慢好起来的。玩了一会儿，小宝突然停下来，对我说，奶奶，我渴了。他的小脸因为玩耍变得红扑扑的，额头上还挂着汗珠。小宝，你等一下，奶奶去给你买水。我说道。小区楼下就有一个小超市，我想着去买瓶水很快就回来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，而且眼睛还能时不时看到小宝玩耍的地方。我快步走进超市，拿了一瓶小宝平时爱喝的果汁，付了钱就急匆匆地往回走。可是当我回到健身器材那里时，却发现小宝不见了。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我大声喊道，小宝，小宝，你在哪里？我的声音在寂静的小区里回荡，可是没有人回应我，只有我的声音在空气中消散。我慌了神，开始四处寻找小宝。我在小区里跑着，眼睛不停地扫视着周围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，
希望能看到小宝的身影。我问了几个在小区里散步的人，他们都说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。我的心越来越慌，脚步也越来越急促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我心想，难道我又要犯一次不可饶恕的错误吗？我怎么这么粗心？怎么能把小宝一个人留在那里呢？自责和恐惧充斥着我的内心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一边哭，一边继续寻找小宝。突然，我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哭声。我顺着声音的方向跑去，发现小宝正坐在小区的一个角落里，哭得很伤心，小小的身子缩成一团，看起来是那么无助。我连忙跑过去，把小宝抱在怀里，哭着说：“小宝，你吓死奶奶了！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”我紧紧地抱着他，生怕他再从我怀里溜走。小宝看到我，哭得更厉害了。他说：“奶奶，我找不到你了，我害怕。”他的小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衣服，指甲都几乎陷了进去。小宝，对不起，是奶奶不好，奶奶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里。我不停地道歉，心里充满了自责，恨不得时光倒流，让我能一直守在他身边。抱着小宝回到家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，生怕他再从我身边消失。小宝在我的怀里抽泣着，渐渐地睡着了，他的呼吸逐渐平稳，可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。我坐在那里，一夜未眠。我知道今天的事情让小宝受到了更大的惊吓，也让儿子和儿媳对我更加失望。我想，我可能真的无法再弥补我的过错了，他们或许再也不会信任我了。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不断盘旋，让我感到无比绝望。第二天早上，刘志刚和张慧回来时，我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他们。张慧一听，立刻把小宝抱在怀里，心疼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满是担忧和怜惜，然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妈，你怎么又这样？你到底能不能照顾好小宝？”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愤怒和不满。刘志刚也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说：“妈，我们本来想着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照顾小宝，可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？小宝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我们怎么活？”他的眼神里透着失望，让我不敢直视。我低着头，不停地哭泣，说：“志刚，小慧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，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”我几乎是在哀求，希望他们能再相信我一次。机会？我们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，可你呢？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失望。张慧冷冷地说道：“我看以后还是别让你照顾小宝了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”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，像一把利刃，刺痛了我的心。说完，张慧抱着小宝和刘志刚一起离开了。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心如死灰。我知道，这一次我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信任，也失去了和小宝亲密相处的机会。那种失去亲人信任和亲近的痛苦，让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冰窖之中，浑身发冷。从那以后，我很少再见到小宝，偶尔在小区里碰到刘志刚，他也只是简单的和我打个招呼，然后就匆匆离去。那匆匆的脚步仿佛在告诉我，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无法跨越的距离。张慧更是对我视而不见，每次看到我，她都会把小宝抱得紧紧的，仿佛我是一个会伤害小宝的恶魔。她的眼神里充满了防备和敌意，让我感到无比心寒。我的生活变得一片灰暗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坐在家里发呆。我常常想起小宝，想起他可爱的笑容，想起他奶声奶气的叫我奶奶，眼泪就会不由自主的流下来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，
是我亲手毁掉了我们之间的亲情。这份悔恨如同沉重的枷锁，一直束缚着我，让我无法解脱。有时候，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独自来到小区楼下，坐在小宝曾经玩耍过的地方，静静的发呆。我看着周围的一切，仿佛还能看到小宝在那里开心的玩耍，他的笑声似乎还在耳边回荡。可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，物是人非的感觉让我感到无比孤独和凄凉，只能在这寂静的夜里，默默地承受着这份痛苦，回忆着曾经的美好，泪流满面。